假如你是看到视频标题点进来的，恭喜你，你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完我工作室的第一套可以实现自动换水、自动加肥、自动开关灯、定时一早的草缸水井。大家都认为草缸不是需要经常维护吗？事实说来的确如此，但是有种玩法已经被大多数人都忽略掉了，那就是自动换水。像我这种水井博主，缸的数量肯定是少不了的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假设我同时拥有7口缸，维护周期是1周1次，那么我每天不是在维护，那就是在维护的路上。当我把它们全部改成自动换水，那我至少半个月都不用去管它们了。像国内著名的水井店，每只缸都装备自动换水已是常态。同时，据我了解，他们为他们的客户同样标配自动换水，怪不得能让非专业人士都轻松养出这番状态。也许这个秘密就在此。所以当时鱼缸们都没入场之前，我就早已提前铺设好从厕所过滤器出来的上水管，以及会排入厕所地漏的下水管，它们会随着电路的走线一并到达预设好的区域内。这次不铺设外进出水管，而是采用鱼缸底部打孔，将其设计成隐藏式，然后是通过给鱼缸注入新水，随着缸中水位上涨，水流入溢流口，达到换水和除油膜。除了在鱼缸壁上打孔这个缺点，其余都是优点，同时也是自动换水方案中最可靠、最安全的。这款极具费心思的底柜应该是本次的重头戏，完完全全是我独立自主设计、自主装配，从图纸定材料到安装差不多花了1个月。框架为4040和4080的型材，采用通拱锁紧，18毫米防水烤漆多层板进行外包边，双开门设计，最终能达到严丝合缝的效果，也是对我安装水平的肯定。就是有点不好，整体自重100来公斤，搬运和调平的时候还需要叫个帮手。还有就是成本高于成品底柜，且没算上人工。若要说为什么还要戳它，我能给出的理由就是它能满足我后续改造性的可能，以适配更多的设备。作为一个草缸，定律就是选择滤桶。配置方案是前置桶加动力桶，后置管路附件有 UV 灯、新水注入口、滴定外置口和二氧化碳外置吸化器。这套组合大概率会成为我之后所有大型草缸的标配。本次1506060大型水井风格定调，我想要的元素是沧桑、自然、巧思这3个名词。接下来我将为你讲解我该如何实现这一过程。在水井创作中，一些大型的沉木、风化剥蚀的岩石就能够很好的替我们讲述这个话题。因此，为了获取到这些素材，我不惜千里迢迢奔赴云南，在紫外线与蚊虫侵扰的环境中，一遍遍甄选出这些特别且稀有品相的沉木。这次选用木头重点是在形和纹，即形式与纹路，前者能更好的服务构图框架的搭建，后者在细节的构画中会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，正是所谓的耐看。有时候在造景中不时感慨，2个毫不相干的木头居然能通过人为的摆放组合的恰当好处。正如中间的镂空，不仅在纹路的衔接、前后关系以及我想要的明暗比例，都是像浑然天成的产物。坐落在前方一处2块平平无奇的石头，则是我为了体现河道在水流冲刷下的写照。在夜以继日、水流不断的冲击下，岩石被侵蚀平滑，并散落着细碎的颗粒。毕竟大自然就是由无限的细节粘接而成，理解、模仿、呈现大自然，也是我作为造景人的夙愿。
另外插播一条施工日志，由于小区房型老旧，墙面渗水反碱现象愈发严重，修缮起来费时耗力，就先挂个窗帘遮挡一下。此举实属无奈，恳求观众老爷理解万岁。由于使用沉木造景，还水是必然的。恰巧碰上国庆假期，索性不着急着开缸，先加水运行，泡泡沉木，自动换水打开稀释一下，就可以安心出门玩上几天。看完还力，今日便是完成剩余工作的绝佳时日。将整缸水放掉，在后景预设区域内铺设8至15毫米颗粒大小的青石，厚度不小于3公分，高度根据实际情况。水草泥提供源源不断的底床肥力，同时厚度也有讲究，不低于3公分。如果要种植大块茎的植物，厚度最好不要低于7公分。为了使水草拥有更多的生长空间以及体现轻盈感，我将后景种植区域在造景时有意区分开3块，中段部分运用皇冠类，通过镂空能明显的观赏到皇冠水草美丽的叶片。采用多个不同的品种，乌拉圭和建叶皇冠期间夹杂的玻璃浪和蟹水兰，无论是形态大小、色彩对比上，都会比单一品种更加有层次。后端留给一颗大卷浪。出色的叶片形态能很好的被水流带动起来，同时也是这个造景中单体植株最大的一个品种。最后再随着顺序过渡到最右边的丝带线叶类型的品种，此区域水流较近，位置较广，可以留给细叶水兰提供很好的生长空间，以及后方的长红折藻。此外，木头下方的区域也不能浪费，种植小宝塔穿梭于此，最终水草们会向着光长成它们最舒适的样子。